给大家看一下我每天的日常。首先起床会玩接近1个小时的游戏，这个实际上不是特别想玩，但是因为我当初做视频的时候就是做这个游戏视频的内容，所以说实际上我也不太想那么早的弃坑，然后就坚持玩下去，所以每天会尽量抽出5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的时间去玩这个游戏。大概8点钟起床，然后到9点钟，然后去洗漱，然后把这个头发稍微学习一下，因为刚开始阶段嘛，可能需要花的时间多一点，大概20来分钟。然后就洗个澡，衣服可能会放洗衣机里面洗一下，然后开始吃早餐。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比较晚了，差不多有9点40了，差不多。然后吃个早餐，中餐可能看情况，可能随便吃一点，有些时候会自己去炒个菜，或者是说下个面条什么的，甚至有些时候这个中餐和早餐一起吃。因为我前几天不是买了面包嘛，然后这个面包它23号会过期，所以说尽量不要浪费，就把它吃掉。所以说我现在就拿着这个面包去当早餐吃，然后中餐的时候可能就下碗面条，这样子也不会特别撑肚子。然后吃完早餐我就会学习一下，因为我玩游戏我就会有很大的负罪感，所以说我必须得学习一下，或者是说做一些有利的事情，就算是锻炼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对于我来说，这个锻炼学习都是比较积极向上的，然后玩游戏实际上我总是会有一种负罪感。好的，我吃个早餐。你看这个早餐面包特别大，实际上它是那种膨化了的。如果你把它压缩之后，它就不是特别多了，它只是看着很大。我的饭量实际上很少的，我大概就这么小一勺，我每次都是一勺多一点点，差不多一个人吃，刚好一小碗。好的，学习1个半小时，然后吃中饭。虽然说老师上课的进度非常的慢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前稍微把这个单词记一记，不然的话，上课老师总会要求你去写，然后写中文啊，或者是说写它对应的这个片假名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没有提前记的话，你就会非常吃力。就像我这种性格啊，如果你上课的时候你完全听不懂的话，你就会感觉到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折磨。所以说咱们提前记一下，这样子上课的时候不至于太难受。老师讲的100%的内容，至少能听懂个80%以上，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没有感觉到在浪费钱，在这里消磨时光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每天尽量这个记一下单词，记多记少都没关系。在老师上这一节课之前，把这个单词多多少少给它过几遍。这样子老师讲的时候加深印象嘛，对吧？之前我不是说，第一天的时候老师上课上的非常快嘛，就是第一天上了3课的内容，但是后面的话实际上3、4天就上1课的内容，非常非常慢。后面的话他也会给你讲单词，也会给你讲语法，也会给你做大量的练习，所以说这个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进度过快啊。不过这个单词你还是要提前记一下，不记的话，到时候到了练的时候你就有点跟不上，老师会经常就是让下面的同学去回答这个问题，然后看这个图片说这个单词是啥等等，还有这个让你写对应的片假名的这个汉字，你像你没有特意去记的话，你短时间内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的。所以说咱们还是提前把这个东西给它学一下。实际上不是特别想吃中餐啊，但是为了防止下午特别饿，然后咱们还是煎个饺子吧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稍微有一点点泛黄其实就可以了。简单调一个酱汁，然后蘸着吃就行了。喝还可以啊，有一丁点咸啊，我们放一丢丢水吧。把这些收拾一下，就准备出发去学校上课了。把垃圾丢一下，然后直接去学校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是星期三回收这个可燃垃圾，今天是星期一，咱们提前丢也没有关系啊。
这下面已经有很多垃圾了。这个纸板就给它丢上面，然后这个可燃垃圾就给它丢到那个可燃垃圾的桶里面就行了。还有一个小瓶子，给它丢到这个瓶子里面就行了。这个好像是玻璃瓶，按道理来讲应该丢右边，丢右边吧，给它压瘪吧。还有这个饮水瓶子，给它踩瘪，给它丢袋子里。出发去学校了。我从家去学校都是走路过去，从我家到学校的距离就15分钟的路程。晚餐的话，我们做一个青椒炒肉，也是第一次做。这边收了一个教程，说是需要把这个提前给它腌制一下，放点调料，酱油放一点点，这个带芝麻的这个酱放一丁点。用蚝油给它简单上个色吧，放一点点盐，盐就不放太多了吧，后面如果淡了的话，咱们在炒的时候再加一点点，然后用手给它按摩一下。在日本这边，你买这个猪肉的话，它都是直接已经帮你切好了的，所以你只需要给它操作一下就可以直接炒了，比较方便。我估计菜市场也能买那种整块的，但是大部分那个超市里面它卖的都是那种已经切好的。不过像这种已经切好的，有些时候你解冻的话，你没有这个微波炉，它好像有点麻烦，因为它都粘在一起。我觉得放一丁点料酒会不会好一点？因为我怕那个比较腥，因为我没有买姜，蒜头的话只有一个了，放一丁点料酒吧。等20分钟，刚刚忘记加淀粉了，有点尴尬，把这个淀粉给它加一下。加淀粉好像是能让这个肉更软一点，再给它按摩一下。好的，然后再等它个15分钟吧。咱们趁这个时间把这个包菜先炒一下吧，后面再炒这个青椒炒肉。把这个包菜切一半吧，我感觉吃不了这么多，一半应该够了。切一点点蒜头，这个包菜要怎么切呀？是不是用手直接掰其实就行？切一点快一点吧。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多啊？这一次咱们聪明一点，先把所有的食材给它切好，然后咱们再炒菜，不然到时候这个又非常烫，没办法操作。放3个辣椒吧，我忘记放这个砧板上去切了，那个砧板上全是这个包菜，咱们直接在这个电磁炉上面切算了，不管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炒包菜，把几颗蒜头给它放进去先炒一下，然后把包菜直接倒进去吧。咱们再加一点点油吧，感觉这个包菜有点多了。先把它盖上盖子，让它加热一下吧。我感觉这个温度有点低啊。加一下酱油，加一点点醋，但是我没有买醋，然后咱们就加这个有一点点酸的这个佐料吧。加一点点蚝油，加一丁点这个豆瓣酱，上一下色了。再加一丁点盐。给它翻炒一下，这电磁炉温度感觉有点太低了，再给它焖一下吧。感觉我酱油可能放多了一点，怎么炒出这么多水了？还有这种特别绿的，我感觉应该没熟吧，再稍微焖一下吧。没熟根本就没法吃啊。反正这个米油配这个电磁炉，你怎么样基本上都不可能烧焦。尝一下看熟了没？感觉没有特别熟啊，我都炒这么久还没特别熟。再等3分钟吧。像在中国的话，用那种大火。用那种灶台，我估计就3、4分钟就能把一个包菜炒好了。你看用这个电磁炉炒了这个15分钟了，还没炒完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油的问题啊，是不是这个油的沸点有点太低了，都已经炒成这个样子啊，不会还没熟吧？再试一下，是我的错觉吗？为什么我总感觉不是特别熟啊？这有毒吧？我靠，是我哪里弄错了吗？为什么总感觉不是特别熟啊？大家如果有那种比较会做饭的，可以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个怎么弄都不熟啊？是我这个调料放太早了吗？应该放油里面多给它炒一下。现在里面有汤汁，它这个汤汁属于液体，然后它的沸点有点太低了，所以说就一直不熟吗？是这个原因吗？这搞得有点折磨啊！炒一个包菜，我炒20多分钟也差不多了，至少95成熟了，给它盛出来吧。感觉这个包菜有点失败啊！炒完出来之后，感觉跟煮的那种包菜一样，它都已经非常软了，但就是有一点点感觉没熟，我就感觉活见鬼了。
当时我记得在出租屋的时候用那种灶台，就炒一下，它还是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点的，然后就已经熟了。但是现在用这个电磁炉怎么炒都不熟，或者直接把辣椒放进去，然后翻炒一下。好的，给它盛出来放一边备用。我再加一丢丢盐吧，我怕这个油到处乱飞。肉都粘在一起啊，给它分开一下。好了，放一旁备用。把这个蒜给它放进去啊。下一次我们去买点姜吧，我感觉这个腥味有点重啊，这个猪肉。放一丁点盐啊，前面这个辣椒炒的时候没放盐。这个肉为什么都泛红色啊？这个到底是熟过头了还是没有熟啊？再加一丁点蚝油吧，我看这个颜色我有点难以接受啊。加一丁点豆瓣酱吧，有可能还是这个灯光问题啊！我看这个全是红色的，我真服了。我们夹一块试一下，熟确实是熟了，但是有点太咸了，加一点点水吧。是我腌制的太久了吗？我感觉我后面也没有放多少盐。再尝一下，看一下咸不咸。好了一丁点，还得加一点水。看来腌制的时候还要少放一点盐啊。下一次咱们就直接放一点调料，不放盐去腌制了。放盐的话，这个咸淡不太好控制。现在差不多了。好的，已经全部做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卖相单单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只能打个4.5分，就都没及格，感觉这个卖相。你看这个肉还是有一些偏红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包菜感觉炒的太老了，就之前一直感觉没熟。这个包菜非常失败，这个包菜不仅卖相难看，而且吃也没法吃，太咸了，而且这个感觉有点弄得太老了。10分的话，最多只能给3分，属于那种压根没法吃的那种水平。这个青椒炒肉的话，感觉还行啊，卖相不是特别好看啊，都泛红了，味道还可以啊。10分的话，应该能打到个6.5分差不多，可能不算特别好吃，但是我觉得，轻轻松松可以把它全部吃完啊。但是这个包菜目前为止做的是最差的一次，我感觉，之前最低分好像也就5.5分，好像是吧？我不记得了。但是这个最多只能给3分，根本没法吃啊。如果说3分属于那种没法吃的那种水平，那么2分和1分就是吃了想呕吐的那种感觉，然后0分是压根没法吃，就是你看到它就根本下不了口的那种程度。对于我来说是这个评分啊。8分以上就属于那种特别好吃的了，7分左右就属于那种还可以挺好吃的那种了，6分属于那种马马虎虎，算不上好吃，但是能把它全部吃完的那种水平。就是有点浪费了这个包菜，下一次再查一下攻略啊。已经吃完了，那个包菜就没办法吃了，真没办法。这个翻车了。吃完的话，把这些收拾一下，然后刷一下剧。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看电影和这个电视剧了。不过，到了日本之后，有些时候你实在是学不进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疲惫的话，找一个日剧或者说日本的一些电影有字幕的那种，最好是有中文也有这个日语翻译的那种。如果没有中文的话，那你就看那种纯日本的弹幕的那种，最好是不要看纯中文的，纯中文的感觉没什么意义，就当洗耳。有些时候你听到一些
比较明显的词，你就大概去查一下它的意思，大概过一遍，就后面你遇到这个单词你就记得更快一点，或者是说方便未来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，你对这个词印象更加深刻，我觉得就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帮助吧。我觉得也算那种有意义的事情吧，就是算正能量的那种事情吧。如果是看那种完全没有营养的那种电视剧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但是强迫自己去看一些日剧，稍微注意一下他们的发音，然后洗一下耳，就无聊的时候就看一看，我觉得这个也挺好。就你一天学累的话，你只能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就是我的一些日常，实际上还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剪视频当中，有些视频就一个长一点的视频要剪好几个小时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